大范围认输、军力强大的美军也有这个时候。海陆空三军遭遇瓶颈，几乎在同一时间朝中国举白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说起美军，其军力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在理想状态下，美军同时具备打赢2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能力。但是现如今这一局面有所变化，美军或许并不能很好的完成外界这一期待。近来，美国海陆空三军接连传出消息，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首先是战力曾经独步天下的美国海军。据《环球时报》军事援引美国福布斯网站的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在最新公布的一份军力报告中承认，中国海军已经取代美国海军，成为拥有世界最大海军舰艇数量的国家。这一突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际上，早在去年，相关的揭露就频频传出。根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海军拥有355艘大型舰艇，相比之下，美国海军则只拥有305艘。更为致命的是，这一差距将会在未来继续增大。预计到2030年，这一大型军舰数量差将会达到78艘。尽管军舰数量并不能完全代表海军战力，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军的颓势已经显现。而在空军上，《环球时报》援引美国空军杂志的报道称，美国在空军领域的优势正受到侵蚀，原因是中国空军正朝着远程力量投射方向转变。不排除美空军这一番言论有渲染威胁论的意味在，但是可以证明的一点是，中国空军的发展已经让美军有所忌惮，例如中国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下一代战斗机等，这些在过去都被美军忽略了。相比之下，美国空军问题不断。今年传统基金会给美国空军的战力评级最能说明问题，其战备能力趋于弱，导致美国空军整体的实力指向萎弱。需要声明的一点，这一评级主要指向的是与中俄匹敌的能力。换句话说，美空军与中俄匹的能力正在逐年下降。最后，在印太战略中，美军向来都不重视陆军的存在。美国陆战队发布的人才管理2030报告指出，留营率高涨让美国陆战队战力呈现大起大落的态势，野季步兵营的规模和战备长度每18个月都会急剧下降一次。对此，美国陆军司令也承认，这将会严重影响美国陆战队的战力。如果说单纯指美国军队某一个部分出了问题，这不足为奇，但是海陆军三军大范围爆出问题，这已经不能再用巧合意外来解释了。美军军力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军，如今主动向中国承认了自己的劣势，也可以理解为是向中国认输举白旗了。谈不和就要开打，伊朗举行核协议会谈前大规模军事演习，伊朗军演发言人直接放出狠话，是为了展示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备战状态，这是决心要跟美国硬刚到底。近些年来，美国凭借着自己超级大国的身份，在国际社会上横行霸道，肆意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进行干扰，还时常做出一些双标行为，制造混乱局势，见不得其他国家的实力扩大。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很多国家的不满和厌恶。而在美国霸权的疯狂针对下，很多像英国、澳大利亚这样的西方国家都开始屈从于美国，站在美国屁股后面溜须拍马。但是也有一些国家被美国打压后就开始进行激烈反抗，伊朗就是其中之一。伊朗自从美国毁约对其进行制裁后，就疯狂跟美国作对，也正是因为如此，伊美两国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融洽。而强硬派代表莱西出任伊朗总统后，对美国更是毫不客气。在莱西的带领下，伊朗也开始变得强硬了。近日，伊朗开始举行年度军事演习，剑指美国。据相关消息报道，伊朗军方已经从本周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举行了年度大规模多军种军事演习，而且海、陆、空三军都联合参与了本次军事演习，同时动用了战斗机、直升机、潜艇、无人机等军事装备进行多领域联合作战演习。此外，伊朗军演发言人马哈茂德·穆塞维表示，当前国际局势不断升温，美国的嚣张气焰也越来越大，所以伊朗也需要维护自己在全球的利益。而这次的军事演习就是为了展示伊朗的军事实力和御敌备战状态。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总统莱西不愧是反美斗士，这次军演的时间选得很蹊跷，因为伊朗上周就宣布将在这个月底与美国重启核协议的会谈，而现在恰巧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军演，很明显这就是给美国人看的。如此可见，伊朗这次是下定了决心，准备跟美国硬刚到底了。他们释放出的信号就是，伊朗绝不会向美国妥协，谈不和那就跟美国人打。至于接下来的进展会怎样，就看双方领导人如何抉择了。总之，美国人的内心确实是险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向往和平，但是美国却时常打着维护地区安全的名号，制造混乱局势，让国际局势不断升温，增加双方之间的矛盾，这样的行为是很可耻的。
所以还是希望世界各国能够看清局势，不要被美国所欺骗，在美国的陷阱里面陷得越来越深。同时，我们也希望美国能够正视国际关系，不要再去肆意的制造混乱，破坏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了。如果非要执迷不悟，到最后只会害了自己。俄罗斯第5代战机江沙原型机首次参加海外展出，为潜在买家进行不公开演示。为何外界认为已经找到了买家？这一猜测是真是假？据报道，俄罗斯一架安124重型运输机将一架单发战斗机江沙第5代原型机运抵阿联酋，将参加接下来举办的为期5天的迪拜航展。航展将于11月14号开始。据了解，这是江沙战机首次海外参展，此前曾经在俄罗斯国内航展中亮相。俄罗斯工作人员介绍，航展中计划针对参展国家代表团举办多场非公开演示。据分析，江沙第5代战斗机的此次参演，或是面向亚太地区潜在买家的一次行销，为的是筹集足够的研发资金，以支持项目的进度。虽然还在研发中心，但俄方对江沙战斗机具有较高评价，因为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江沙和俄罗斯另一款第5代战斗机苏57共享了许多设计和技术。根据公开信息了解，江沙战斗机由苏霍伊航空集团研发，作战半径1500公里，设计航程3000公里，重18吨，载弹量7.4吨，最多可搭载5枚空对空导弹，最大速度预计在1.8到2马赫。最大过载8G， 但在发动机方面，研发人员称还没有最终选定。外界分析，这是一款专门针对外贸设计的轻型第5代战斗机，属于第5代入门级战斗机，因为足够便宜，印度或者越南等国是可能的潜在客户。有意思的是，有军事观察人士猜测，这是一款由阿联酋出钱、由俄罗斯出力研发的第5代战斗机，而第一个海外买家很可能是阿联酋。理由是，在美国决定向以色列出售先进的 F-35战斗机，却拒绝了阿联酋的采购请求。于是阿联酋找到了俄罗斯，愿意出钱请俄罗斯为其研发一种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这样的猜测并不是无的放矢。4年前，在阿联酋首都举行的一次防务展中，俄罗斯军火商在接受采访时曾经提到，正在和阿联酋谈判合作，开发一款全新的第5代轻型隐形战斗机。但之后这件事情很少再被提起。如果当时已经秘密达成协议，至今已经过去4年时间，江沙战斗机很有可能真实是为这位中东土豪量身定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支持这个观点：要想研发一款第5代战斗机，前期就要花费巨额的资金，这对于俄罗斯的经济条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俄罗斯似乎并不担心资金问题，之所以如此反常，有可能已经有买家，甚至已经支付了费用。而作为中东的土豪，阿联酋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当然，这都是推测，谁才会成为第一个买家，还需继续观察。我们更加期待俄罗斯航展中的演示，而且是非公开演示，这让人疑惑了。什么叫做非公开演示呢？在室内飞吗？当然不会，或许只是用视频等图像方式演示战机的飞行优势。和平统一的窗口已被美最高将领关闭，为此，解放军发出深夜警告，其中有2句话分量很重，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随着我们在台海问题上态度越发的强硬，美国对我们的围堵行动也开始逐渐加码，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牌，而是变着法子用各种花样来遏制我们的复兴。虽说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在许多政策上就多次向我们施压，但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则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特朗普更喜欢单打独斗，而拜登更侧重于打群架。不过，双方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喜欢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日前，美军最高将领马克米利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现在的美军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做美军想做的任何事儿。而马克米利之所以有一句这样的发言，是因为他在会前被问及美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从美军最高将领的这番话中，我们不难判断出和平统一的窗口已被关闭。为此，我军在9号深夜连发2条警告，这2个警告可以说是态度明确，措辞严厉。其中有2句话分量很重，第一句是提醒对岸当局切勿以身试法，否则只会将台湾带入深重灾难。第二句则是为进一步检验提高东部战区多个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战区内组织兵力在台海方向联合作战。深重灾难加联合作战意味着什么？那可不就是意味着今夜随时准备开炮。分析认为，我军在这次的深夜连发2条警告，除了对美将军的不当言论做出回应外，还有可能是察觉到了对岸一些动作。
要知道，美军打着战术指导的幌子，可是派了教官在岛上的。当下，美台一直在用切香肠的方式接近那个会引发冲突的爆点，但最终还是没有碰到。在每一个危险的行动中，他们都选择退路。例如，美军在中国海域出没，这时候美军的退路就是航行自由，而对岸蓄意确认美军入台，其退路则是协助军训。这直接就导致了这些小动作不可能是中国动武的原因。什么时候美台不再在乎退路，不再找借口，那才意味着武统已经成熟。所以当前我军保持着一种危险的态势，主要是为了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让其日夜不安，精神崩溃。而美军同时与中俄对峙，最初对苏联几十年来都不敢热战，只敢冷战，足见美国只是想让中国屈服这一问题，从而捞取更多的好处，再通过渲染中国的崛起来让其盟友向美国靠拢，进而扑灭中国人民内心中对科技进步和民族复兴的火苗。但他们低估了我们为台而战的决心，也正是他们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也让我们明白了中国需要一场强国之战来向世界证明自己。